2023营养学10大研究热点，美国膳食指南2020到2025已经发布了一项全脂奶与减脂奶与儿童超重的系统性回顾与统合分析研究。该研究的结论是，基于观察性研究，把全脂奶换成低脂奶甚至脱脂奶，并没有降低儿童的肥胖几率，反而全脂奶与儿童超重或肥胖几率下降有关。可能的推论是，虽然全脂奶含有一定量的脂肪，但其饱足感较为持续，反而减少了乳制品的过度消费，也取代了一部分的含糖饮料，也就是一杯全脂奶的饱足感可能比2杯脱脂奶更好，而且减少了你喝2罐可口可乐的可能。启示：减重期间不要纠结于选纯牛奶还是脱脂奶，不要太过害怕脂肪。乳制品作为健康饮食中的关键，不仅能提供你蛋白质、钙、维生素 B1， 还能给你一定的饱足感。遵循中国饮食指南的建议，300克乳制品，不管你是喝纯牛奶还是脱脂奶都 OK。规律咖啡消费与美国女性透过 DXA 测量出区域性脂肪含量下降有关。饮用咖啡与降低多种健康结果的风险有关，包括减少脂肪含量。本研究采用的 DXA 黄金标准，也就是双能量 X 光吸收仪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DXA。请注意，这仍然还是一种观察性研究，给出的结论不算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据，但仍具备了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有趣的是，这种关联只在咖啡与女性之间成立。研究结论：美国妇女的咖啡摄取量增加与体脂肪百分比和躯干体脂肪百分比的降低有显著相关，所有 P 值均 0.05。这种剂量反应关系在男性中并不显著。启示：最近1-2年咖啡的研究蛮多的，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咖啡与健康的促进关系，所以喜欢喝咖啡的话，继续保持这个习惯，尽量喝黑咖啡或拿铁等，不是喝那种又加糖又加冰淇淋、奶油之类的咖啡。如果不喜欢咖啡或过敏，也没必要硬喝。红肉摄取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利用布拉德福德希尔准则评估因果关系。红肉摄取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已经研究了多年，前1-2年对红肉致癌、红肉不好的文章研究也很多，但这关系太过复杂，还没有一锤定音的结论。这篇研究是采用布拉德福德希尔准则对红肉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进行因果关系的审查。这项准则是采用了9个面向对预设结论和现有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梳理，相对而言比单一的系统性回顾的证据力度更高。结论：红肉总摄取量和未加工红肉摄取量与心脏代谢疾病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原因在于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子的短期实验证据缺乏一致性，证据还不够充足。启示：红肉或未加工红肉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仍不明朗，但是加工红肉的危害不容忽视。腌肉、加工肉等等这些肉制品与健康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偶尔吃一下，不要常吃。锌在抗病毒免疫力中的角色。2020新冠病毒影响下，营养与免疫力、抗病毒的研究比较多，也算是热点。锌是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对生长、发育和免疫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这篇综述总结了目前基础科学和临床证据对锌作为直接抗病毒以及抗病毒免疫的兴奋剂的研究，也建议一些特殊人群关注锌的摄取。老年人、酗酒、饮食不当的人，一周里记得吃点海鲜，吃点鱼，不止蛋白质优质，还能顺便补锌，一举两得。鸡蛋摄取与血脂、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的关联。一项涉及50个国家177000人研究。蛋又是蛋，鸡蛋的争论与文章满天飞。这个这样说，另一个人又能那样讲，真的特别麻烦。研究结论：在3个大型国际前瞻性研究中，包括来自6大洲50个国家的约 17.7 万名个体，12701例死亡和13658例 CVD 事件。研究并没有发现蛋摄入量与血脂、死亡率或主要 CVD 事件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项研究的好处就在于够广，把低、中、高收入国家都纳入了，牵涉到的人也够多，从而减少了偏移。启示：一天1颗蛋你不会出问题，一天太多个我也说不准。中等脂肪饮食加每天1个酪梨，提高了超重肥胖成人血液中的
抗氧化物水平，并降低了 SD-LDL 的氧化作用。一项随机对照实验。老李，你真火，但你也是真 JB 贵啊。这个研究就是找了45个人，然后安排了3种不同比例脂肪的健康饮食，低脂、中脂，然后配上每天1个牛油果，观察看能不能对血管中的抗氧化物质有影响，并且会不会减少循环氧化的 LDL。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在心脏健康饮食中，每天1个酪梨可以降低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的氧化 LDL， 该效果与 SD-LDL 的减少有关。当然，这么一个随机对照实验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你应该从今天开始就每天吃1颗酪梨。但这个实验却从另一个点证明，即使你超重了，体检胆固醇超标了， LDL-C 上升20%到90%异常了，但依然还是可以采用中等脂肪水平的健康饮食，从而调理身体健康，降低动脉粥状硬化风险，降低心血管疾病突发风险。启示：今年美国饮食指南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健康饮食从任何时刻开始都不晚，从现在开始 make every bite count， 不是让你每一口吃的东西都健康，都精打细算，都斤斤计较，而是学习健康饮食知识，让自己的每一口都值钱，为未来的健康和未来的自己省钱。